老爷夫人都说了，文家是不会放过少爷的。都是我害哥哥的，都是我不好，我那么任性不听话，非要出去逛街。哎呀，出了事先躲一下不就结了吗？我干嘛光天化日之下往家跑？明知道人家已经知道有哥哥在里面，肯定是有人监视我们家里，我真该死！你别这样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现在只能想办法了。你别这样子啊！这事是我挑起的，我得去跟爹娘说明一切。不可以，小姐，你冷静一点。这事少爷已经扛下来了，你就别再节外生枝了，弄不好全打进去了。你冷静一点啊！可这祸根是我怎么能连累哥哥呢？这么一来，文章绝不会答应让文强跟哥哥有一丁点的交往了。不行，我应该去认罪，把哥哥踢出来。小姐，你可别冲动啊，这是你从长计议。管不了这么多了，放开我！娘，你说，小龙虾到底是谁？娘，我就是小龙虾，祸是我惹的，我这就去把哥哥换出来。小姐，娘，静儿，你这祸到底要闯到什么时候？你什么时候才肯罢休啊？你要是不在乎全家因你受累，执意要去认罪，你去好了。静儿，你就别再给家里添乱了。那哥哥他，只要文涛不死，就有机会保住你哥的性命。我恨死文涛了，但这回我希望他别死掉，等过一段时间再死不迟。丞相，那射伤文涛的凶手真的已经归案了？托皇上洪福，文涛遭人射伤一案，总算是水落石出，凶手已经坦白承认了。哦，那什么人这么大胆，敢对文涛动手啊？是大将军之子司徒剑南。司徒剑南？怎么可能呢？启禀皇上，确实如此啊！今天在将军府门前，司徒剑南当着大将军和将军夫人的面已经承认了，没人逼迫他。皇上，司徒剑南既已认罪，皇上就应该立即下旨严办。母后啊，这怎么办才算严办呢？无故好勇斗狠、残忍毒辣，伤及的又是皇家至亲，危及生命，理当处死。按国法讲，就是处死也不过分呢。皇上，谋害皇亲国戚，的确是法无可恕啊！这文涛表弟虽然是皇亲国戚，可那司徒剑南也是忠臣之后啊。此事不能太过随便处置了。皇上，你是文涛的表哥，自然应该为他多想一想啊。母后，作为皇上，最重要的应该是公正。皇上，我们是苦主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才来讨个公道。好，那丞相，司徒剑南为何要箭射文涛啊？皇上，司徒剑南想娶文强，日前司徒青云还到我府上去提亲，被我拒绝了。文涛当时说了几句司徒青云听不惯的话，所以他就恼羞成怒地走了。想必这司徒剑南知道此事以后，怀恨在心，所以他就找机会要杀文涛啊！皇上，这是最不要脸的报复，替皇上下旨杀了司徒剑南。那司徒剑南既已入狱，就应该按律法审案定罪。大家等刑部查完吧。如果他真的获罪致死，朕绝不包庇。真相既已大白，你就是立即下旨处决，也顺理成章啊！母后啊，母后，那司徒青云是开国功勋，居功至伟，而且他极具威信。一般的寻常百姓之子都不可以草率处死，何况是他的儿子呢？如果真的要处死那司徒剑南，一定要名正言顺。他谋杀皇上表弟，被处死够名正言顺了吧？
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文涛的命给救回来。如果他的命保住了，那司徒剑南的命也未尝不可留下。皇上，你到底是向着咱们家还是司徒家啊？朕不是向着谁，所谓人命关天，岂能儿戏？姑妈，文涛是您的亲侄子，您是看着他从小长大的。他现在遭遇不幸，却求告无门。姑妈，你一定要替他做主啊！姑妈啊，姑妈。文媚儿，你在朕的面前向太后求情，是不把朕放在眼里了。臣妾不敢，请皇上息怒。皇上，母后，朕不是要替司徒剑南求情，只是想更进一步弄清楚事情的真相，以其勿枉勿纵，昭信天下，这是儿臣的职责呀。皇上所言甚是。媚儿啊，皇上秉公办事，向来是公正严明的。你这样在圣驾面前哭哭闹闹的，确实不妥，还不赶快向皇上告罪？臣妾失礼，罪该万死，请皇上开恩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不管事实的真相如何，既然司徒剑南已经认了罪，你就应该下旨处决他。不知道皇上打算怎么做呢？朕会下口谕，让刑部的人尽快审清司徒剑南伤人案的真相。另外，朕也会派宫中御医彻夜驻守丞相府，一定救回文涛的命。多谢皇上。回去吧。微臣告退。师父，哥哥为了我入了狱，命可能都不保了，怎么办呢？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一定要冷静啊！可我怎么能冷静下来呢？我觉得我应该去认罪，把哥哥剔出来。绝对不可以，你这样做等于自投罗网。你不能做这种傻事，你要答应师父啊！可哥哥怎么办呢？他可能会送命的。只要你不强出头，你哥哥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师父，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无论如何，师父一定会帮你，你一定要相信师父啊！师父说的话是当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师父答应过你的事，从来没有食言过，对不对？嗯。公子笑什么？我有在笑吗？公子这2天老是偷偷的傻笑。不过想起这2天的事儿，确实值得一笑。那公子是笑事儿，还是笑人？人和事儿都有。我一想起小龙虾和小龙虾做的事儿，就想笑。那小龙虾的确是个有趣的人。公子，那个镯子您可是要回来啊？为什么？那可是您定亲的信物。我已经有消息了，安宁公主这几天就要进京了。她进不进京又能怎么样？我已经决定了。公子决定什么了？我决定不娶她了。啊？不娶？我的自由全是哥哥坐牢换出来的。咱们不正在想办法帮少爷吗？我那个颖二哥好像有点来路，可你要用他的时候根本就没影了。他呀，比你还神秘。唉，白大哥也不知道去哪玩了，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。哎，要不咱们去城外找万人敌他们？这种大事，万人敌的招数怕是不行。
白玉和尹矿或许帮得上忙。别急，咱们慢慢找。娘，你怎么了？你这个下贱的女人，你给我滚吧！你把孩子也带走，你给我滚！不要你了！你这个下贱的女人，滚！你老子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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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求你了，爹！你给我滚开！爹，你不要滚！你这下贱的女人！我气死你！我气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要你的命！哎呀！你不是女人生的！我教训自己女儿关你什么事儿？苍兰不可女斗！别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杀人了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快给我站住！不要！大家不要！不许靠近！否则格杀勿论！大家饶命啊！大家不要啊！不要！大家！光天化日，欺人太甚！饶命啊！大家饶命！就喜欢打，你们打吧。竟敢踩我你这个混蛋！公主！你们这帮死人都滚开！小龙虾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是。竟敢打我小龙虾！还不快跟我走！别打了，走！我踩死你！公主，你没事吧？你们这帮笨蛋还不快给我追！是。惹了我安宁公主，你们就是跑到天上去也躲不掉！哼！静修师傅，不好了！阿莲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小姐她又和人打架了？这下惹祸了，她打了安宁公主。小姐怎么会得罪公主呢？哎呀，谁知道她是公主啊？稀里糊涂的就打起来了。那你们小姐现在在哪儿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小姐被公主身边的人追杀，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师傅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家公子现在还在牢里呢。这件事我也不敢和老爷夫人他们说。小姐如果跑了，一般人很难抓得住她。我想她应该没事的。你不知道，当时非常紧急，安宁公主一边扫向小姐，幸亏当时白公子出手救了小姐。白公子也在那儿。幸亏他在那儿，后来拉了小姐就跑了。既然是和白公子在一起，那就更加安全了。可是白公子怎么敢向安宁公主出手呢？
他不是要娶安宁公主的吗？大哥，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整天到处惹事儿，是不是太不安分了？你就是一只龙虾，张牙舞爪的，不安分。是有一点儿。我爹娘常说呢，我是个惹祸的根子，生来就是为了闯祸的。你的确是一个天大的祸都敢闯的人。你是说我今天打架的事儿啊？没错。这也不算什么大祸了，只不过打输了有点丢人。那个凶女人啊，不过有几个护卫跟着，哪个大官家的野丫头，我才不在乎呢。京城里哪家小姐有这么大排场啊？三弟，那个女人来路没那么简单。对啊，是八抬大轿，什么大官的女儿也没资格做八抬大轿啊。那她是？你想对了，她肯定是宫里的。那她是什么人呢？宫里的妃子肯定不会这么张扬。你说她是什么人？公主？那野女人是公主？如果所料不差的话，她就是刚从外地回京城的安宁公主。皇上的亲妹妹啊！老天哪，我把皇上的妹妹给打了，大哥，我打了公主啊！还有我啊，也把她打了。你笑什么？我的傻哥哥呀，我不知道她是公主才跟她动手，可是你猜到了为什么还要拔那母老虎的毛呢？我为什么拔虎毛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大哥，你一定是为了我。你知道就好。就算你是为了我跟公主打架，也傻到家了。为了你，我愿意当个傻子。不管怎么说，跟公主打了一架还真是蛮刺激的，就是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跟贵妃和皇上打上一架。有你这种想法的人，不是一个惹祸的根子还是什么？不过，我听说安宁公主也是一个找茬惹祸的人，你把她打了还有心情笑？她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哦。皇兄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要不是老哥我来了，你这还不得闹出人命啊？啊！吾皇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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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行了，各自服药去吧。陈令啊，在他们跟随公主很辛苦，给他们多发点银两啊。是，都跟我来吧。谢皇上。喂，啊，谁让你多管闲事了？嘿，我的亲妹妹啊，你对你贴身的人可不只要让他们怕你，还要让他们敬你啊。哎呦，参见皇上。哈哈，安宁啊，这许久不见，你的脾气可是越来越鲜活了。什么鲜活？少拿我开心了。就许你拿侍卫出气，不许别人随你开心呐。他们那叫活该，还自称大内高手呢，个个全都中看不中用。这已经听说了，你在街上跟人打起来了，没占着什么便宜。啊，你呀，一进京就惹事儿。也好，就该让你受点教训啊！根本就不是我的错，也不知道从哪冒出一个疯子，凶横刁蛮的，把人家小百姓都欺负坏了。那个男人差点没被他打死，还好我及时出现，救了那人一命。是啊，那个疯子肯定厉害的要命，不然怎么会逃出你的手呢？他算什么呀？哼，要不是中途杀出了一个搅局的臭男人，我早打得他跪地求饶了。够自信的啊！怎么样？最近功夫进步了啊？
哎，怎么样？咱们俩出去比划比划？安宁啊，朕这次召你回京，不是为了跟你比划功夫的，是有件大事要等你点头呢。什么大事啊？哎呀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快说吧，快说呀！朕说的是你的终身大事。终身大事啊？朕给你安排了一门好亲事，那男人呢，据说是风度翩翩，才华横溢啊！你要见了他，你一定会咧嘴大笑的。我就那么没出息啊？哎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白云飞。白云飞。那照你这么说，打劫齐国侯的事被尹况弄得不了了之了。咱们这个尹二弟，倒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。对啊，我肯定他是皇亲国戚。我一直都想找他帮司徒剑南，可怎么都找不到他。三弟啊，这件事你不必心急。不急，我都急死了。司徒剑南是为了保护我小龙虾才出面认罪的，所以我打死了也要帮他。你听我说，司徒将军是开国功臣，皇上不会那么草率处理他儿子的。可文章和文贵妃肯定是想治司徒剑南重罪。这件事儿到最后，怎么也得通过皇上。我想皇上一定会根据文涛的伤势来决定。如果他伤势好了，这件事就不要紧了。可是万一他治不好呢？所以啊，我们现在要做的事，是要了解文涛的伤势，切不可草率行事。尤其是你，不允许再惹祸了啊，不然对司徒剑南会非常不利。我明白。这段时间，我想二弟会来找咱们。如果他真的是皇亲国戚，就一定会帮助我们救司徒剑南。这尹老二神神秘秘的，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物。我也在想，皇亲国戚里没有这样的人。白大哥，你好像对皇亲国戚挺熟悉的，连安宁公主也知道。我怎么会不知道安宁公主呢？云南那么远，我才不要嫁到那儿去呢。哎，只要嫁的人好，嫁得远点近点就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！哎呀，我不要嫁。表姐来了。皇上，听说你回来了，特地来看看你。梅尔，坐吧。哎，老哥，我不要嫁人。你呀，你口是心非啊你啊！哎，有道是女大不中留，留来留去留成仇。朕可不想你以后来恨我呀！啊！我看你这人不讲兄妹感情，想把我快点嫁出去好省心。安宁啊，你要这么说，就太枉费母后和朕的一番苦心了。嘿，咱们给你找的那个人，可是打着灯笼都没处找啊！才怪呢！我看你就恨不得把我嫁到海角天涯去，眼不见心为净。云南呐，离我老家何止千里之遥啊！你要是嫌远嘛，那朕在京城赏你一座宅子啊，让白云飞到这里来陪你过日子，你可以随时回家，成吗？那行。我就住京城。哎，那白云飞是什么货色啊？配得上我吗？可朕琢磨呀，到时候可得用一根粗链子把你这丫头拴住才行，否则你一见钟情还不拽着人家不放啊？你就拿我寻开心吧。妹妹啊，你干嘛一见到我就把脸拉那么长，一句话也不说？我可没欠你什么吧？安宁，你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其实你回来，我很高兴的。才怪！我知道，我一回来你就不是专宠了，心里是不是很不舒服啊？放心吧，我哥啊马上就要把我嫁人了，就算给你争宠，也争不了几天了。安妮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妹儿是不开心，可不是为了你。那为什么呀？咱表弟文涛给人射伤了，命能不能保住都很难说得清呢。妹儿惦记弟弟也是人之常情啊。表姐，
对不起啊，我刚才胡说八道的，你别生我气啊。我过2天一有时间就去看表弟啊。安宁啊，你就是心地好，有你这么关心我弟弟啊，他一定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好了，你们2位就宽心吧。刚才御医已经托人传话来，说文涛的伤势已经基本稳住了，可以说命已经捡回来了。真的？嗯。爹，御医说弟弟的烧已经退了，他很快就能恢复。老天有眼，让我文家不绝后啊！爹，你想说什么？我听说司徒剑南已经被关进刑部大牢了。那是他罪有应得。爹，弟弟的伤势已经逐渐有了好转，这件事情可不可以不要再深究了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本来我们2家关系都不错，这些年只是疏于往来，结怨总不如结恩。爹，如果您此次能够网开一面，放了司徒剑南，司徒家肯定对我们感恩戴德，这对我们文家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。文强，说白了，你还是在为司徒剑南求情。爹，我绝对不会相信司徒剑南会有意射伤弟弟，这里面一定有意外。那绝不是意外，是因为我们拒绝了司徒家的求婚，所以他恼羞成怒，他根本就是蓄意谋害文涛，你知道吗？爹，你明知道司徒剑南不是这样的人。文强，受伤的可是你的亲弟弟啊！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怎么竟帮着外人说话呢？爹，女儿心里明白，司徒剑南就算是为了我，也不会伤害弟弟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司徒剑南到现在对你都没有死心？他是天底下最重情义的人。够了！哼，你就知道心疼司徒剑南？难道你的亲弟弟，他就活该躺在床上昏迷不醒吗？爹，女儿不是这个意思。够了！我告诉你，你弟弟的受伤，让你提前认识了此人的真面目。不管将来事情如何发展，我不允许你跟司徒家有任何瓜葛，听见了没有？爹，我求求你，你放了司徒剑南吧。哼！现在我的儿子性命无忧了，我可以饶他不死。如果他司徒家执意再要和我作对，我就让他付出血的代价。爹！刚刚无双跟我说，文涛性命无忧了，这下就好了。小龙虾，你放心，我和你尹二哥都会帮你的。白大哥，你3番2次的帮我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。你干嘛那么客气呢？我们都是好兄弟啊！你只要记住，任何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都会在你身边，那就够了。大哥，你就送我到这里吧，有事儿我会去找你的。嗯，好。白大哥，嗯，我想听听你对我的印象。你虽然调皮，也经常惹祸，但很可爱。大哥欣赏你。上朝时，皇上严令我置身事外，一切交由刑部处理。肯定是文章和文媚儿在背后捣的鬼。我们不成了有理也说不清了吗？文涛，要是有个3长2短，爹娘，
你有什么话就说吧。爹娘，我得到了准确消息，文涛已经保住性命了，身体也在好转。真的？这件事情我怎么还敢撒谎？哎呀，谢天谢地，文涛不死，我儿子的命就保住了。总算没闹出人命啊。其实这件事本来就怨文涛，他烧难民的房子都坏绝了，搁谁都气死了。你们帮难民没错，但剑南已经认出了是文涛，那再射他就于理不合呀。要不是剑南亲口承认呢，我根本就不相信他会干出这种荒唐幼稚的事。爹，你不知道，当时都打红眼了，我差点就被文涛给杀了。这可能就是剑南射文涛的原因吧。老爷，你说文章是丞相，刑部正归他管，他会不会在背后做手脚啊？文涛已经没事了，他不至于做得太绝情吧？好好给我听着，淡化前面事实的原因，死咬着司徒剑南杀人的事实不放。至于怎样措辞，我想你会明白的。但是你要给我记住，一定要让司徒剑南给我画押。是，下官明白。这件事情如果你做好了，你的官运要比现在可好得多。我和我的大女儿会保举你的。下官明白，多谢丞相，多谢丞相。请小姐长话短说。请。文强，文强，剑南，这是我做的点心，你饿了可以吃。文强，你真不该来这种地方。我不该来，难道你就应该？文强，我剑南，我绝不相信你会伤害文涛。那天晚上打得很惨烈。剑南，如果你和文涛是刀枪相见，你无意中射伤他，我会相信。但是我绝对不会相信你会在文涛背后射箭。那天，文涛是蒙面的。你别再遮掩了，文轩已经告诉我了，你曾当众挑掉了文涛的面巾。剑南，为什么要带人受过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样做对你和我都有很大伤害。就算没伤文涛，你爹和你弟弟也不会同意让你嫁给我。这不是主要原因。你代替受过的那个人，在你心目中，比我还重要吗？不，文强，你知道我的心，没有人能替代你。有一个人，在你心目中比我重要。小龙虾是谁？你为了保护他，连命都可以不要。告诉我，他到底是谁？文强，你还是走吧。这件事情已经这样，我不想再多说什么。文涛就是我射的，我愿意为了这件事付出任何代价。剑南，你别再骗我了。小龙虾能够进出你府中，你又拼了命的保护他，除了最好女扮男装和最爱闯祸的司徒静之外，还会有谁？
小龙虾就是司徒静，我的亲妹妹。正因为她是我的亲妹妹，所以我一定要保护她，不能让她受一点伤害。那你就不管我了？不，文强，在我心中，你和她同样重要。如果是同样重要，就请你对我公平一点。你替司徒静背黑锅，就是对我不公平。文强，你知道他化名小龙虾做了什么吗？京城附近所有的难民，都是靠小龙虾施的粥才活下去。那些被你爹一直令下撵出城外的难民，他们都住在小龙虾为他们搭的简易房屋里。还有，他把他结义大哥所送给他的金银财宝，都换作了难民们所需的粮食、衣物和药品。可以说，没有小龙虾，他们根本就活不过明天。小龙虾，就是他们心目中的菩萨。这些都是司徒静做的。我为有这样的妹妹而感到骄傲。我敬佩她的为人。可以说，我在保护的不仅仅是我的妹妹，而且我是在保护一个我自己十分尊敬的人，一个难民们离不开的人。原来是这样。你现在赞同我的做法了吗？我不赞同。不管怎么说，你隐瞒事实就是不对。但是，我为你是这样的男人而感到高兴。啊，对了，文涛怎么会和司徒静起冲突呢？文涛烧了司徒静为难民们盖的房子。可怜的难民，他们要活下去，怎么就那么难？怨不得你也会加入。文涛他怎么会这样？文强，求你一件事，不要把小龙虾就是司徒静的事给说出去。我答应你，我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说。对了，文涛已经过了危险期，我想你的麻烦一定不会那么大了。是吗？那太好了。不过我爹可能不会轻易放过你，我求过他，但是他还在气头上。这我有准备，你也不要再为了我自己受委屈了。为了你，我愿意承担一切。文强，杜建南，这是庭审记录，如果没有异议，就画押了吧。啊，司徒建南，这记录和你说的可是一模一样，你有什么疑问吗？这上面所列的原因，好像太过模糊了。啊，那不是重要的问题。司徒公子要担的责任，就是你明知道对方是文涛的时候，你还朝着他射了一箭，这一点你否认吗？我不否认。那就画押了吧。我保证，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这个。师爷，给他画押。是。这份供词是司徒剑南亲口所说，亲手画的呀？是啊，这一切都是司徒剑南亲口交代的，所以画押得很痛快。哦，没用刑吗？没有，本是司徒剑南亲自投案的，
一切都很清楚了，所以完全用不着用刑了。可这供词上面关于打架的原因说的并不清楚啊。文涛是为了建园子的事情，和司徒剑南的朋友引起冲突，司徒剑南是在当中插进去助朋友打架的。文涛不敌逃走，司徒剑南就射了他一箭。他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？是啊，皇上，按你查清，司徒剑南已供认不讳，您看，这按律法，司徒剑南应该是要重惩的。虽然他是大将军的儿子，这也不能够加以偏袒。按律行事吧，先把司徒剑南押入重犯大牢。至于具体的情判，这要再细细斟酌一下。此事也不宜再拖了。是。爹，司徒剑南被押进重犯大牢，是您一手策划的吧？不错。怎么，我的女儿又要为那个臭小子求情了吗？爹，事情不是已经弄清楚了吗？是弟弟先放火烧了人家的房子，所以才引发的争端。在这方面，我们也有责任。爹，就请您网开一面，放过司徒剑南吧。司徒剑南一家已经和我们反目为仇，现在正好有机会打垮他们，我干嘛要放弃呢？可是细论起来，是我们理亏啊！住口！理不理亏是你说的吗？你的亲弟弟，我的亲儿子，差点丧了命，难道还是他们理直气壮吗？爹，我……你要是文家的女儿，你就给我闭嘴！现在你已经许配给梁君卓了，以后不许你替司徒剑南说一句话。我不要嫁到梁家。混账！嫁不嫁，那由得了你吗？你给我滚！